好了，各位親友大家好，我們開始今天的分享。我們先分享贾芝蘭同學一個體會他是學習第690課的居高临下超越自我说我的良知良能在看着我的一言一行，就是说你做什麼事兒，你心裡的良知良能良心都知道它是光明光亮的心照着我的生活和生命，它是一個高高的覺悟我平時有點事情好焦慮不安緊張恐懼失眠，就是看事情看得太小了，靜止孤立的沒有聯繫的，這就是什麼焦慮的根源。说李老師講的看事情它都要有聯繫的，是一個整體的，是有變化的。說這樣呢我就想開了，焦慮就沒了就變沒有了，生活就變快樂了。每天不要害怕有事情，就怕自己不用這些心法去解決也可以找朋友去傾訴，也可以找孩子說說解決問題的方法其實很多。就平常呢我們可能会就陷入对問題的恐懼擔憂甚至是埋怨誰造成的，而沒去積極主動去解決這些問題說通過學習我學會了，我一有焦慮事情馬上就去解決它，不是陷在焦慮之中，不像以前不知道怎麼辦了自己就難受，时間長了可不行的。說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最重要。感謝老師，感謝同大家分享的各位老師好了，今天呢我想講一個很特殊的內容也可以說是一個小答疑。就最近就接到幾個電話問了一些問題，但我這兒呢就是直接這麼說了，就按照好像一個同學問的一樣其實是幾個同學問的問題，我把它綜合到一塊兒了那這些問題呢其實好多老同學早就知道了，但新同學不一定很清楚想一想我覺得還是公開說一下比較好与其一個一個回答，不如就攤開來講，大家就都能聽見了都知道了那天就接個同學電話，他問的還很有意思，我覺得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想法但是一開始就這麼問說這個良安時空有沒有加盟代理說我代理加盟，但是我就挺納悶我也不是搞什麼連鎖，怎麼代理加盟？我說沒有我说良安时空是不是一個關於傳統文化，關於把心帶回家，用愛護生命學習的一個分享平台。就說起來它就起點很簡單就是疫情期間大家不能在一塊鍛鍊了嘛，也是应朋友之邀就開通了這個平台，方便和各位親友也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一起交流，沒有任何商業運作，哪裡有什麼加盟體系呢？就是一個學習分享的空間。我跟他這麼講了之後，他就說私下也沒有嘛。我說怎麼私下有什麼？他說你公開就沒有，說私下有沒有？我說私下沒有我說我這個就是在視頻這麼分享，在公眾號分享這些內容。我甚至說良安时空有群，我在群裡面我都很少說話。我說私下没有什麼。然後他就問那你賣東西嗎？後來我一想他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怎麼想的他說賣東西嗎？我說不賣東西，是良安时空開播這麼長時間來6年多從來沒有售賣過任何產品，無論是線上的還是線下的。然後他就問說那你又賣信息物嗎？信息物，我說你覺得信息物是什麼呀？他说比方說賣一個東西裡面有師傅的信息，可以如何我說那更沒有了。我說那普通的商品都沒有。我說你這個所謂的信息物我這也沒有我不會賣，我沒有賣這個東西。當然我也提醒他也提醒大家了，擦亮眼睛如果有人向你售賣所謂的信息物，说可以怎么幫着你如何了一定要小心天上不會掉餡餅，地上也不會有這樣所謂這樣一些神器然後同學就接着問說那必須是不是有信仰才能進來學習說講佛呀還是講道那我就問他，我說你現在進來了沒有？但是我聽了一課了。我說你有信仰沒？他說沒有。我說你不是進來了嗎？我說開玩笑這樣講我說這個都沒有我們良安时空和信仰無關，是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學習古聖先賢的智慧所以這裡也沒有任何這個諸如叩拜等等各種宗教的儀式，這都沒有我就說如果說一定要說有信仰的話，那也可以說有什麼呢？你要信心信自己的良心。我想這無論有沒有宗教信仰，所有的人都會信的。信什麼？信那個良心
他說呢，我參加學習有沒有什麼要求？是不是进來了就不能走了？說你进到这，我说这个怎麼可能？我說你聽完你聽課，我都不知道你是誰。你現在打電話了，你也沒有報您的姓名，也不知道你是誰。你走了，我還能管得着嗎？我說沒有要求哈，來去自由，沒有任何限制。但是比方說你要說有個群，你要進到群裡面，那這是有群規的，說每個群都有群規哈，那遵紀守法，那不能搞封建迷信等等各種活動哈，就不能違法的活動啊。發言你要注意時間，比如說早6點以前，晚10點以後，那你就不能在群裡面再發東西，就影響大家休息啊。比方說你要轉發一個文章進來，那你必須有什麼，你就寫個理由啊。你沒有理由，你自己都沒有看，沒好好看，不管怎麼就發進來，那就對群的不負責任，是吧？就是我就跟他講，我說這個你要進來學習，這個沒有任何限制，但需要付費呢，不需要，我這大家都清楚了啊。他還說有沒有什麼硬性規定，比如每天必須分享，但是每天必須分享，我寫着每天必須分享。他當時問的是說是不是得每天向您匯報？我說根本沒有哈，我說這個沒有任何硬性規定。我說分享也是個人意願，沒有強求，但是鼓勵大家呢將自己的體會分享出來啊，共同進步嘛，你一句我一句，這樣體會多了，大家都互相能夠學習，從別人那兒可以看到自己需要的那句話，有可能。那鍛鍊上呢也沒有硬性的要求，也沒有要求你必須要練到什麼程度啊，因為良人時空聽課的同學年齡啊、身體的情況都不同。所以一直強調的是什麼呢？就根據自己的情況，循序漸進，適可而止。大家注意，鍛鍊不是考試，它不需要有什麼及格線，你動了就是開始，做了就有收穫啊。然後有個同學就問說，你們練的是什麼能量啊？我說站樁練的是自身的精氣神，你往那一站，你自己的精氣神。富貴嬰兒也好，母愛無疆也好，是通過母親和嬰兒的狀態練一顆柔軟的心，練的不是外面的所謂什麼能量，而是自己的精氣神，求的不是玄妙，是自己身心的安寧。然後同學說我可以拜師嗎？我說這沒有拜師啊，我還是學生，我還到處求學呢，大家都是同學，都是傳統文化愛好者，只是分享呢，因為我在這兒那個平台嘛，我只是我分享的多一些，但是幾乎每一天我都會有同學們的體會在這兒分享。在亮安時空，我們大家是相師互友哈，互相學習，互相做朋友哈，根本就沒有拜師這樣一個活動啊。然後他就問說，老師有神通沒有？說我想開神通啊，我只知道他，我說我沒有神通哈，說我是因為有病才開始學習傳統文化，開始站樁的。身體好了，對我來說就是最高興的事兒了。我就覺得我跟他講，我說最高的神通啊是什麼？是身體好，心安定了，日子過得踏實了，我覺得這就是最好最高的神通了。然後他就說我想去您的道場看一看。哎呀，我就跟他說我自己沒有您所謂的那個道場，我說我現在住的是孩子學校附近租的房子，很簡陋哈。你來家裡做客歡迎，但這是一個家，不是什麼道場，不是你所謂的那個道場。就真的是我現在租的房子也比較小啊，因為租的房子這個他們這上面的那家主人剛剛搬到別的地方去，但家具全在這都沒有搬走。我又不能把人家的家的床家具搬走，所以我就这整個家裡沒有一個比較空曠的地方可以去供直播的。就我這兒你看我的直播的架子是放在床上的，後面正好是這個窗戶有透光，後面還有買一個遮光的布在後面擋着，這個拉着這個窗簾就在這兒做直播了。不過我自己安慰自己了哈，說叫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哈，你心安穩了就好，能學習傳統文化這就好。那真的是來家裡做客歡迎，但這個家這裡不是你所謂的那個道場。然後最後這位同學就說呢，說我是身體不好，他想要治病哈，想請老師幫忙。然後我告訴他我不是醫生，我不會治病啊。說你身體不適就應該立刻去醫院去看醫生，你把鍛鍊當成萬能的，那就錯了。我本人前不久還去看醫生，還拍了個片子呢。鍛鍊是好習慣，
但这個好習慣代替不了好醫生。該看醫生就看醫生，該吃藥吃藥，鍛鍊只是什麼？只是一個輔助啊，只是一個輔助，這裡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然後說到這兒，就接着說我一直在吃藥，說老師說你说我現在開始學習站樁了，我是不是可以停藥了？我說這個不能哈，我說你一定要聽醫囑。停藥、吃藥这些都不是說鍛鍊的這個老師告訴你你該怎麼做，誰告訴你？醫生告訴你，你要聽醫生的。鍛鍊是輔助，可以幫助你活動筋骨，合上氣血，但代替不了醫療。就像你去看醫生，那醫生也可能會提醒你平常多出去散步，你甚至可以跑步。那散步跑步是好習慣，但代替不了药物，藥不能停，樁可以站，两者不矛盾哈，我还可以甚至可以说两者是好朋友。你不能得了这个我就不要了，那絕對不可以啊。然後又說了，就同學這個他問的很神秘啊，他說你說到您這兒來學習需要保密嗎？我說沒有任何秘密啊，這公眾號全都是公開的，這哪還有啥秘密啊？秘密，他就覺得是不是還有獨家秘法？說為什麼要找我呢？獨家秘法是不是公開的不能講？那個秘法在私下才能講？我說沒有這樣的，這沒有什麼獨家秘法需要保密的。老祖宗的智慧啊，是給所有人的，不是給少數人的，真的是這樣。沒有任何別的秘密。我平常我是這樣學習的，這樣鍛鍊，我就跟大家分享這樣的一些內容啊。然後呢，就說您教的是氣功嗎？說我沒有時間練，老師可以給我傳功嗎？我付多少費用都可以。我說如果說你覺得站樁也是一種氣功的話，那就是。不過和您所認為的那個開功能傳功的氣功是完全不一樣。站樁它不是依靠，也沒有所謂外在的神秘的力量，練的是什麼呢？是你內在的功夫。內在的功夫，經絡通不通，氣血足不足，這是實實在在的，需要自己下功夫。那別人練是別人的，他別人練通了，他不能把這通就給了你。那你練這個通了，你也丟不了，也丟不了給別人，別人也偷不走，是你實在你自己下功夫。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功夫在自己身上，誰也替不了你，你也買不來。我說關於你說那個傳功啊，說老師啪把功夫傳給你了，我說你是看武俠小說看太多了，武俠小說傳，我說那是小說裡的事兒了哈。然後他說那除了站樁我們還學什麼呢？那我覺得還學修心啊，要修慈悲，修安靜，在生活中還什麼呢？在生活中踐行用愛護生命。身體要站樁，心好像也要站樁，也要修啊。身站出來精氣神，心呢，它站出來慈悲安靜啊，慈悲安靜。然後他就說老師怎麼還不辦線下班？說良安時空辦了6年了，培養了很多粉絲，辦線下班你可以高收費啊。我說6年來從來沒有辦過線下班，如果要辦線下班，不但不會高收費，而且還會和現在一樣免費。感謝啊，一直支持良安時空的各位親友。從某種意義上講，良安時空不缺錢，因為什麼呢？他從來沒想過要通過良安時空去掙錢，他缺的是什麼呢？是志同道合，是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走這條路，一起走這條路。真的，良安時空就取自於什麼？王陽明先生那段話嘛，過去曾經講過，那段話就是說他需要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來做這樣一件事情。大家還記得那段話嗎？說王陽明先生是今承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義，共鳴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治其良知啊。自治其良知，說良安時空說最後答什麼？相安相養啊。說良安時空，你要治良知，相安相養，那就不單單是一個人的事兒，不單單幾個人的事兒，
他缺的是更多的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来做这樣的事情。然后他说良安时空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对我来说是通過分享促进我自己的学習和锻炼，就尽自己一点力量，就和志同道合的同道通过学習锻炼促进身心健康、家庭和諧，促进社会进步。其實就这麼簡单，它没有什么宏大叙事，就是好好学習、好好锻炼、好好生活。这些同学大概就问了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因为有一些新的朋友可能也想了解这样一些問题这个问题講完了，說這些呢不是為了要講什麼，就是為了讓新來的同學心裡踏實你知道你走進的是什麼地方，你知道是跟大家跟你一塊學習一塊分享都是什麼樣的人踏實的學，安心的鍛鍊良安時空真的一直都在在這兒和大家一起。當然這個良安時空不單單說這塊是良安時空，你通過學習之後你的氣場你的心態好了，你家裡的氣場就變好了，从某种意義好像風水就變好，你的家就是一個什麼？它就是一個良安時空。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這樣？那你的家就是良安時空。所以我們每一個同學不要局限的認為就是在這聽課是良安時空，我們應該把每一個家，把你生活的環境，你的辦公室也辦成一個良安時空，大概在這裡面共治良知，治良知，然後怎麼樣？相安相養。好了，我們現在一起起來，一起鍛鍊好，安靜，放鬆，就往這一站，就那個心啪啦靜下來。心靜下來，你感覺整個身體這種特殊的感覺一下子安靜了，內在的氣它就不浮躁了。收下頦，头後仰，沒有僵勁兒，放鬆頸椎，下頜雙丘，向前，向下，向內，內心向上，沒有僵勁兒，完全放鬆。
好，向而上交，向前，向下，向內，注意放鬆全身，放鬆全身，放鬆向上，拔起來，拔頸椎，拔全身，好呀，向而上交，向前，向下，向向上，好，向而上交，向前，向下，向內，向上，
越来越安靜。好，向二上翘，向前，向下，向內，粘性生生，安靜，好，向二上翘，向前，向下，向內，安靜，放鬆，粘性生生，好呀，向二上翘，向前，向下，向內，
上繼續，也是上升，頸椎放鬆，放鬆，放鬆。后仰，下颌上翘耳尖，上圈，向下，向內，也是向上。起來，頭中正，全身放鬆，兩臂印着側起，曲成一側，耳尖上下，
看向送，卷向剪开向送，剪向向送。卷刷下。
嗯，是，是，嗯，这，是，嗯，嗯，是，嗯，两臂慢慢下步，两手重叠在肚脐上，关紧，脚分开，正后八字，手慢慢向前弯抱，身体微下蹲，
靜，安靜。爱会勝利。身體慢慢直起。腳慢慢合攏。手下落，重疊在肚臍上。均勻。保持狀態，靜坐靜養。
大家安靜，想多坐一会兒呢，就保持这个狀態啊，多坐一會兒，自己安排好休息。我們集體的分享就